Hello， 大家好。这一期呢，我们来继续分享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相当于把一个东西拆散了之后，利用零部件去拼装。所以呢，在我们的剪头发里面呢，也会运用到这样一个理念，通过区域的不连接、形状的不同进行发型的组合。这个呢，在目前也比较流行，在沙龙中呢，这个实用性也非常强。剪出来的头发呢，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它不是通过造型或者说纯粹的修饰，它是通过裁剪完成的。所以呢，这一期呢，我们换一个裁剪技巧，在沙龙中呢，可以用于中短、中长的头发都可以运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看看我们的模特现有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去进行用这个技术去设计。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模特的原型。首先一个呢，我今天要剪的这个模特的发型呢，我整个长度来讲的话，不想剪太短，但是呢，我又想要给它一些变化。目前上在生活中，一种是比较个性的这种残缺式刘海，另外一种就是带有边缘很精致的这些渐层。我们呢，在原有的这种经典层次上演变一个稍微更短一点的边缘层次，通过第一层、第二层不连接的一些技巧，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发呢创造的就是介于个性跟柔美之间的那个界限。这个线条呢，如果表现在黑色头发或者说一些极浅的头发上，可能比较酷、比较飒的感觉。如果说表现这种比较淡色系、比较柔美一点的日式色系，它可能就比较偏甜美的东西，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整个发型呢，它是非常的这个技术是非常一个中性的，它是可以使用在多方面的风格上。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头发的基本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将头发呢已经分区分好了。第一个区，这个头发呢一共分4个区，然后呢后面属于一个大区，前面属于一块区，顶上面会一块区，后面属于2个区。但是呢，我们称为后面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区。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细节。整个头发呢，我会以宽度是以4公分左右。这个距离的宽度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底层剪完这一层之后，像我要拉起来修剪，拉得过宽，修剪过宽之后，会把后面的头发剪得过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的关系。一般性建议大家3到4公分之间，大家可以在操作中去感受一下这个距离你就慢慢心里有数了。而第2层呢，会比第1层再长2到3公分。从侧面看的时候，我们会形成2层不连接，一个阶梯式，制造一些内部的动感这个是这种立体裁剪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它利用空间去做这种结构，去做这种立体感和空间纹理。然后第3层呢，就是后面一个大区，等一会儿我们再讲。好，现在呢，我从前面开始修剪，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好，现在呢，我从正中线的位置取一个发片，整个头发剪好了呢，我2侧是一个边缘的渐层，第2层覆盖下来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2层不连接的效果。我从中间取一片平行发片，整个头发的长度的落点呢，我们要计算一下，我想大概稍微到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剪到长了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效果。这个技术呢，根据头发长短不同，会剪出的效果也不同。我大概的先切一刀长的，可以预估一下。这个侧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切的是均等，大家再看一下，这是一个均等的去除。落下来之后呢，这2个点会形成一个落差，所以呢，层次会相对柔和。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我刚才呢起一刀，大概的看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层次还有点虚虚的，说明我这一个层次呢，整个感觉柔和度可以的，就是长度不是我要的。
因为第二层放下来的时候肯定比这层长，所以我会再拿掉一点，这样呢会形成一个上面有层次，下面变轻柔的地方。好，这个位置差不多，剩下来到时候只需要去除一下就好了，过碎的头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一靠一向内向前一片斜一点点的角度去修剪，这样呢两侧就可以放长。好，继续向前一片靠一下，这样呢这边就会变得更长一点，边缘呢还会形成一个渐层的效果。第二，继续把片朝前面一片靠得远一点点，如果你要靠到这里来当然也可以，那这边的头发就会变得相对来讲更长一些。好，我们继续向前一片的内侧多带一些。在修剪这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自己总结一下经验，你带的距离的偏的大小决定了这边头发的长短，这个是不定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去操作，在这个经验中你会得出很多的一个理论出来。这个头发呢就不用带那么远。这边的头发呢，如果靠得太远了之后，下面会很长。当然，这个长短取决你要设计的效果。我呢，希望这个边缘层次到这里，所以呢，我的角度就1带1靠下面一点点。这个边缘的地方呢，我们都可以进行2次加工和修剪。通过横向再拉向后去检查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它的边缘会出来了。每个地方的长短不一样，是取决于这里面的发际线的问题。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再向前提拉，边缘层次就可以修出来。好，我们将两侧边缘的层次进行向前提拉，把它多余的去掉。这样呢，就可以剪一个比较均匀的一个渐层。前面刘海区呢，目前不需要剪很多，等上面的头发全部出来了之后，剪好了之后，一起再做修剪。这个侧面呢，大的结构就完成了。好，现在呢，我们修剪这另外一侧，以同样的方法朝前带。向前微靠，逐步一层一层向前剪，带到前面一片靠。靠的幅度的大小、倾斜度取决于你下面要放多长。这个呢，大家需要有一些经验。横向呢，进行一个侧面的提拉、过渡修剪，这样呢会更容易把它剪掉。剩余的边缘层次顺便把它剪整齐就可以了。边缘层次向前，根据自己所需要的长度，用同等的一个技术，就可以剪这样的边缘渐层。前面刘海，，过于轻薄的，顺便把它点掉。
整个头发呢，边缘层次和上面的内部结构都剪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头发呢，周围它非常的轻柔，它是一个渐层的一个边缘层次。前面的刘海呢，会带一点点小活泼感，它会朝上去。等我们上面的头发放下来呢，它会再加重，我们再去调节它这个刘海的形状。如果放长一点，它就是一个偏向于空气刘海的边缘渐层一样的剪法，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裁剪技术。好，这第一区呢我们就完成了。好，现在呢我们分第二个区，整个头发呢这个侧面以一个弧线的分区法，不是垂直线，因为垂直线的话会上宽下窄，然后我们要分一个弧线。这个弧线呢分到哪里？接近于顶点，差不多也在4公分。下面会有一点点窄，上面有一点点宽。这边的头发呢也是一样。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修剪这个顶区。首先呢我们取上面的一个发片，跟之前的一样，这一层刘海呢我会比前面一层刘海略长个 1.5公分。从侧面修剪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刘海区在这里，这一区的刘海区我们要略长一点，感觉掉下来的时候可以覆盖前面的刘海，这个非常关键。看一下这个长度，到达刘海区之前，这个掉落下来之后，比底下的刘海略长，差不多有 1.5到2公分。好，我们继续。然后第二层呢，以同样的方法向前靠，发片微微向前靠一点，继续。这一层呢会靠得稍微远一点，上面这些地方就可以放长。一片带一片，微微向前靠一点。好，这样的渐层的边缘就剪好了。当梳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头发会自然形成一个很清晰的边缘层次。然后这一侧也是一样的方法。好，这样的边缘呢又完成了。当头发掉落的时候，它的层次会朝旁边走，你不用担心它朝前掉的时候感觉这么长，因为它会归于原位的自然垂落的方向。这个时候头发会形成一个渐层，晃动的时候它会形成的这种层次交错的动感。向前梳的时候，它是双重的层次叠加。当它头发自然垂落的时候，它会形成很均匀的边缘层次。所以呢，这个头发呢，它的微妙之处就在这些很细小的、很隐蔽的地方。好，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前面的1区和2区都完成好了。这个头发呢，前面的层次第1区和第2区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不连接。我们可以从视频里一起看一下，当它形成了这样很大的反差之后呢，内部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动感层次。然后在后面呢，它的后脑勺这块的头骨，整个底线呢，我会保留。基本上不剪太短，会修整一下。然后整个后脑勺的位置呢，我会以这个头顶的这根长度，适当的给它过渡和衔接到后面去，可能会比它长啊。这一撮头发有可能会比前面还要长一点，然后形成一个后面略微带一个高度堆积的一个爆波，这样它的线条呢，下面收紧，上面有一点点饱满度，会整个侧面的线条非常流畅。前面的呢向后走。后面的呢向前走，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讲就是它的比较长的，整个发型呢充满了一种流线的设计感，然后后面呢也非常修饰头骨。所以呢，现在我要把这个头发会从这个地方进行一个2分区。分一个后部的三角形分区，这个上面呢用来做蓬松，下面的呢我做一个高度的堆积，增加它的饱满度，让头型后部呢增加的更加的饱满而立体。发型一定要剪的后部有立体感啊。大部分亚洲人的头骨呢，它是有点偏扁的。所以我们做立体，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的，客人基本上都会喜欢。好，整体呢，我大概定一下底线。他的头发呢，基本上我用原有的这个长度，因为前面的刘海边缘已经这么长了，后面呢不适合太短。所以呢，底线呢，我基本上就不剪短了。这款发型的这个长度呢，也是很多年轻女孩子比较能够接受的一款，就是比较年轻时尚。如果说是年龄偏长一点的35岁以上的人，你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给它做的短一点，收成一个爆波的结构啊，一个短发爆波，前面可以利用这种边缘渐层，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美感，和普通的那种爆波美感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沙龙中要考虑一些实用性，还有一定的专业性。这个技术呢是讲究的一个专业性，美感呢是生活中的。好，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设置一个引导线，整个长度的重心我设置在头发的差不多在1/3的位置。这个头发的长度呢，我不会剪特别短，整个这个地方的长度我以头发的梳子的1半为标准，垂直提拉就可以。保留适当的底线，不改变底线。第二，垂直分发片，一片一片向内侧带。方形靠位。好，第二片呢，我们以前面的一片为引导线，也是方形靠位，一片靠一片。梳顺，向前面一侧靠。前面的呢，拉向这个转角线。
再朝前面的呢就不能拉上这条线了，向前面一片带就可以，因为拉到后面的话它会非常长。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整个头发的横向的结构，我们来检查一下。正后方呢，这个地方是偏方形的，到了前面之后呢，会轻微走了一点点扇形。如果说这个头发拉到这里的时候，前面会非常长，是另外一个效果。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头，这两侧是需要收紧的，所以呢，我们稍微把它给收的进去一点，所以需要三角形带发片靠一下。这个位置呢，稍微靠中间一点，靠方一点。转角线之内剪了一个水平的这个方的走位，这两侧的就有点走向一个三角。这一块的地方是为了把它收进去，希望大家在这一块能够理解。好，现在我们开始修剪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垂直分发片，这个地方呢，用点点、用平点都可以，因为是提拉的，所以它会产生层次的。用点点呢，它出来的呢会相对柔和一点。如果用线条特别干净的呢，你剪齐也没有问题。耳后的位置呢，基本上是三角形带发片。这个角度呢，有点倾斜到这里。这是三角形的发片，不是方形，纯粹向后。这个角度的倾斜角度可以根据大家前面想要放长的程度来决定。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头发横向拿起来，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靠位。这个发片呢，中间会偏方一点，到这个地方之后，就逐渐的有点走扇形。如果说继续走方向后带，这个地方会非常长。以今天这个发型，前面是这么短，后面如果过长了之后，比例不是很好看，所以说我们走了个三角。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走了一个扇形，这样的角度走过去的，但是这个后面呢是一个方形，正后面正后面在这个地方走了一个方形到这两侧直接转三角，这个地方呢两侧就可以短一点了，所以形成的侧面的效果呢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头发梳下来之后，以90度水平垂直切口去修的，这个地方的堆积呢非常轻，它接近于1/3的位置也是相当于一个黄金分割的比例美感。前侧呢，我们利用了这样边缘的渐层打开了脸的两侧，这样比较好看。脸型小巧或者说需要露出来的，可以利用这个方法，不一定都是全部遮挡。这个头发呢塞到耳朵后面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这个线条很流畅，前面这样的比例很美，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把它衔接一下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将上面的这三角区放上来了，现在是不连接的状态。看，我们呢等一下呢利用一些不连接去覆盖它，这样呢头发会更长一点，在上面会更灵动一些。我们从上面选择一个
引导线，从中间开一条缝。先从黄金点的位置，我们先定一条引导线。当然，这个地方你连接也可以，连接呢就是位置比较高一点。我们看下效果，根据每个人的喜好，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垂直的，我们可以略微长一点点放下来，应该比例还可以。如果连接之后呢，它会出现的这个重心会更高。我们来试一下，起一道引导线，带一点不连接的，给大家看看一个效果。剪头发呢，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中呢，去发现这些规律性。同样将这个头发水平拉出，略微长一点点。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不连接起到有什么差别？在这个地方下面会进行轻微的一个刀口，以这个柔的这个切的刀口，然后覆盖着底下的这个刀口，它会形成这样一个饱满度，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你将这个地方完全连接呢，也是可以的，只是它这个地方就收得更紧一点。我们呢保持一点点不连接，看一下啊。好，继续。所有的头发呢以三角形分区，一片带一片。这个顶上呢就可以带点放射性分区，因为我们是三角形在发。好，将两侧的，将前面这些顶区的前面部分继续拉到后面去连接，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从黄金点分成了两半部分，前半部分还有这么些4公分，后面一部分，否则一起这样拉下去的呢，会有一点不太好带发片。所以我们分得更细了一点。这个靠位呢，上面也是三角形靠位，微微向后倾斜，这样前侧就可以稍微长一点，放长。整个发型呢，它会有饱满的地方，有收服帖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种流线。我特别喜欢这种侧面会有一点轻柔感，然后整个感觉很饱满很灵动。如果正面看过去的时候，向后带，头顶的头发适当的过渡一些，整个会偏向一个圆的效果，这样一个椭圆。这个头发向前的时候呢，它也跟前方是不连接的。大家来看一下前后的结构，从纵向看一下，第一个区、第二个区，我从中间取一条引导线，整体就可以看一下。第一层是刘海区，一个接口，第二层是中间的这一部分到顶点区，这后面这一部分呢是属于后面顶点到黄金点这位置靠后的。当这个头发朝前掉的时候，
它也会覆盖在前方，会形成一个灵动感。所以这个头发呢，内部会有，看上去也是有个3层之间的关系，每一层之间的相差的距离呢，差不多在4厘米这样啊。前面的这个会大一点，基本上会3到4公分。这样的头发呢，它上面会产生摇摆性的这种动感，整个区域呢，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结构轮廓我们就剪完了。现在我们开始吹干，再修形状。好，现在的这个头发呢，我们整体就吹顺了，没有刻意去吹蓬松，主要是拉顺。拉顺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形状，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呢，它带有一定的饱满度。现在我们没有打薄，打薄了之后呢，我们会适当它发中和发尾适当的柔和一下。这个底下的头发呢，会有一点点倒长，就是不均匀的一种发际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运用到牙剪啊，或者说滑剪，把这些地方处理的稍微均匀一点。整个打薄呢，我会从后区开始，因为前面没有什么太多要做的，主要是后面这个地方。底下那一层呢，我们等一下再打。我们把这一层简单的点一下，1/3处。这样呢，点完之后它自然就柔和了。不用太多，底下的这一层呢，我们等一下再点。我为什么从头顶开始打薄呢？因为头顶先剪，不用到夹子去夹，夹过了之后，因为它变形很厉害。顺便我把下面一起拿着了，下面也点了，上面呢就不需用多点。只要你掌握你原有的结构，按照它的原有的提拉方式去把它继续拿起来，就可以找到切口，还原切口去点点就好了。这样呢，它很自然，切口非常柔。2个结构一起拿着了，所以我点这里，再点这里都可以。然后呢，继续把头顶的这一部分到后区都点完，前面呢就先不点了。前面的结构本身就是利用这种立体结构去修剪的，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剪不了太多这样头发就充满了这种很有质感的线条。现在呢，我把这边的头发呢一起，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点点。点剪这样的打薄和牙剪打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中间的线条还有这种质感能够保留。牙剪打出来的过碎，容易让这头发很飘。这样打出来的头发呢，它更有质感。我将这个上面的头发大概的这样分一下，不剪的地方不要去夹。这样呢，会让头发剪完之后，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变形很弯曲。这里的头发呢，你会看到它有一定的逻辑拐弯的这种，所以说我们要把它适当的根部划一点点，轻轻的用刀尖一点点，把它发根的这个厚度给它破坏掉一些。然后最底下的可以用点点来完成。这样头发呢能保留这个头发的质感。好，现在呢我们将这另外一半进行一个到发尾的柔和，还有发根的调整。我们先来调整发根，好，侧歪一点点。这个头发呢，因为发根是向后长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块进行一个，首先一个要做的就是发尾的点剪。
发尾点过之后，再做中间的，不要点太多，均匀一点啊，均匀很重要。然后继续再取一个发片，就重复这样操作。如果说大家不会这样操作，那就要慢下来，心静一点去练习一下。这个是很基本的操作，所以说只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把它用好，然后这样可以滑下来一点。你用弯点也可以，弯点就更好滑。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刀口，就是中间的过密的一部分弄一弄，下面不要剪得很碎。第二层刀口的位置可以点一点。给它划点过后呢，整个头发就会稍微通透一点。发尾的给它点点整齐，不需用太碎。这种轻薄呢会比较有质感。把刘海呢统一的夹起来，后面的头发，这里面的头发呢会有一点点，两侧的头发会有一点点厚，我们针对这两侧的头发内层可以深度的点点，让这个刘海里面有一点点小的锯齿，形成一种参差不齐的这种外轮廓的线条。头发比较厚的情况下，可以发根点一下。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边缘的渐层和层次就完成了。好，边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柔和的自然的层次。只要柔和，刀口就可以。好，第二层的头发放下来了之后，看看有没有过于长的，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刀口的适当柔和。将第二层的刀口适当的揉掉一点，感觉哪里厚都可以去做轻微调整，不需用打很多，因为现在这种结构已经把这个头发整体都已经去量去过了，因为它带有结构去量，所以呢，我们可以轻微的给一点，不要多。遇见一些特别厚的头发，你可以进行里面去调，不是特别厚的，只要给这里就可以了，刀口，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很有动感的一个纹理层次，头发充满了这种空间感。所有的刀口你都可以通过微调整，这样保证整个发型的刀口的一种柔和性。
好，现在呢，我们稍微打理一下。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把头发吹顺之后还没有擦东西，大家看一下这效果。我简单的擦一点点这个造型品，这个造型品呢是偏润发类的啊，带有一点点轻微的油脂，但是它不是很油。我把所有的发尾擦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灵动的线条。这个头发的感觉就是一种充满质感的这种纹理线条。生活中呢，它可以选择不擦东西，就是特别灵动。通过这些纹理边缘线的这些纹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原有剪裁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重要性。这个头发的交错的这种层次是你打薄打不出来的，是你用雅典打薄正常做不出来的这种交错的感觉。所谓的头发这种高级感啊、纹理啊、交错的这种线条感，都是通过这种裁剪、这种立体的这种结构裁剪才能做出来。所以呢，这个头发我们看到的360度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要乱可以乱，不乱的话，等一会儿我们梳顺，大家再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各种角度。生活里面呢，可以塞耳朵。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梳顺的效果。看一下前面梳顺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边缘层次。如果这个头发放长，它也会形成一个长发的效果，也是这种边缘层次。所以一个技术可以修剪不同的发型。所以这个侧面看上去非常漂亮，对吧？好，现在前面的呢，你看这种交错的层次感，有这种不完全连接的这些层次结构所构成，这样形成的这种叠加的层次，既有一定的柔美感，但是线条呢又看上去很利落。这样的侧面线条带有轻微的饱满度，你看后面动感，侧面的比例非常协调，这个底线这样修饰非常漂亮。这样好，这个发型呢，整体的裁剪和造型就结束了。现在呢，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技术的运用。前面呢分了4公分，然后垂直于头皮进行一个均等修剪。第二层差不多也在4公分，2层悬殊的一个长度是差不多的3到4厘米，形成不连接。后区呢分成上下2个区，进行一个分开修剪。轻微的高度堆积，形成一个轻微的饱满度。所以呢，这整个发型呢，一共分了算是4个区利用这种结构分解一种组合的效果技术，然后把它裁剪到一起，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边缘的层次的灵动感。我觉得这个线条呢还是非常好看的。然后你可以在生活中把它延长，再剪短，刘海另外再去修剪。等等，演变技巧可以把这个发型再多一些变化，举一反三。好，这一期技术呢，咱们就到这里，下一期再见。